大约150年前，有位15岁的中国幼童，应该在我身后这栋房子里上过课。2层的红砖房位于我们上期介绍的叶岭城特洛伊的伦斯勒理工学院，简称 RPI。这栋房子原来是 RPI 的化学实验室、化学楼，也是 RPI 现存的最早的建筑。我想象中，这里上课的孩子名叫潘明忠，是清朝首批留美幼童中第一位考入美国大学的学生，可以说也是中国第一位考入美国大学的公派留学生。这期我们就讲讲潘明忠的故事。去年9月，在闭馆前的前一天，我们赶到康州哈特福德市的康州博物馆，他们为纪念中国留美学生开启150周年，举办了题为《旅途》的展览。多年前，国内曾有部纪录片《幼童》，大家在网上能搜到，讲述了这批留美学生的故事。自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共派出了4批120名幼童来到当时叫花旗国的美国，这也是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13岁左右。主持这一事务的李鸿章称，这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这是1873年7月27日，《纽约时报》以中国幼童为题，对第2批幼童的报道。按计划，这些幼童的学制是15年，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到达美国后，先在中小学学习英文。他们分别住在麻省和康州人的美国人家里，同美国的房东一起生活、度假和去教堂，以迅速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是最早自费留学归国的荣闳，当时他的住宅和项目办公室就在这一带，建筑已经被拆掉了。展览展示了搜集到的文物和书信，看到这些实物，感觉那些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离我们并不遥远。在首批留美的30名幼童中，有一位11岁的广东南海的小男孩，叫潘明忠，他是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一个。与潘明忠关系最好的是大家熟悉的詹天佑，两人总是形影不离。按规定，这些小留学生除了在美国学校学习外，要定期回到哈特福德学习中文。每次回来，詹天佑和潘明忠都住在一个房间。詹天佑半夜醒来时，经常看到同伴在挑灯夜读。潘明忠学习非常刻苦，甚至着迷。其他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像棒球、游泳什么的，他则喜欢看书，尤其是数理化方面的书籍。1876年，费城举办博览会，留美幼童都去参观。在展会上，詹天佑知道潘明忠物理化学知识丰富，不时向他提出些感兴趣的问题。1887年，在高中老师和寄宿家长的鼓励下，15岁的潘明忠考入了 RPI， 成为留美幼童中第一位考入美国大学的学生。这意味着在来美的5年中，潘明忠不但通过了语言关，还完成了美国小学到高中的课程。潘明忠被录取的消息传到管理幼童的机构，大家一片欢喜和鼓舞。负责人荣闳特意带了红酒来祝贺，欢送他到 RPI 求学，还奖励了一笔银子。这个年龄和个头都最小的潘明忠一下子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潘明忠入学的伦斯勒理工学院 RPI 是美国成立最早的工学院，1824年由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史蒂芬·伦斯勒先生创立。RPI 比麻省理工学院建校还早。纽约市的地标建筑布鲁克林桥的建造者之一就是 RPI 的毕业生。二战期间， RPI 是美国军方的重要研究和教育基地。
尤其值得骄傲的是 RPI 在美国航天事业上的成就。在学校杰出校友中，有首次把人类送上月球的阿波罗11号计划的总指挥乔治·洛。为记住 RPI 在航天方面的贡献， RPI 的校旗与美国的国旗一起被插在月球上。另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例子是首次使用并定义了电子邮件信箱中爱的字符的雷蒙德·汤姆林森，也是 RPI 的杰出校友。今天 RPI 留学的华人学生有300多人，继潘斌忠之后，又有4位留美幼童考入了 RPI。 不过因为清政府政策的改变，提前召回了他们。回国后，3人参加了海军，有人还英勇参加了甲午海战，另外1个人成为铁路工程师。这是《纽约时报》1879年12月1日转载特洛伊时报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学生在特洛伊去世。报道说 RPI 1882班的中国学生潘斌忠过世，原因是暑假期间潘斌忠参加了一个在海边的露营活动，染上了肺结核，因为担心学习进度，继续坚持上课，直到病情加重被强制停课，卧床2周后去世。报道还说潘是位非常聪明勤奋的学生，在班里成绩总是第一。报道说潘斌忠在 RPI 的时候，在第2届的长老会教会皈依为基督徒。我查了一下当地的历史资料，这就是第2届的长老会教堂，现在已经成为地方法院了。潘斌忠就应该在这里受洗信主的。卧病休息时，还给克拉克牧师写了英文短诗：我躺的地方就是我去的地方，无论去哪里，我就埋在那里。这是哈特福德公墓里的潘明忠的墓碑，120年来，这里从来不曾有过他的家人前来凭吊。得知潘斌忠去世的消息，荣闳非常惋惜，并自己出钱在哈特福德一个墓园买了块地，安葬了这位年仅16岁的小留学生。他写的给克拉克牧师的信，克拉克牧师就应该在这座教堂。参观康州旅途展览的时候，还结识了自愿参与组织展览的小曲，他翻译整理了一些保存下来的书信，我想有机会单独请他讲讲。150年以后，我们2个后来的留学生因为对前人的好奇和敬意不期而遇，这也是达克做视频的乐趣。希望在下次在哪个地方咱们也能有一次相遇。